Hi, 大家好, I'm Aliso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subscribe, leave a thumbs up, and send to a friend who also want to learn Chinese. For this video, I will read it twice. The first time, I will read it very slowly, and then I will repeat it with normal speed. If you feel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everything in the first part,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and listen to the fast version.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the description below. There I have the material and the flashcard for this story. Are you ready for the listening practice? 这个星期日，9月10号，是中国的教师节，所以星期五我去了我以前的学校看我的老师。我在这个学校上了初中和高中，一共6年。星期五，我爸爸开车送我到了学校。在学校门口，我给我的体育老师打电话，但是他下午出去了，没有在学校，所以我只能给我的英语老师打电话，带我进学校。我很高兴回到以前的学校。学校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很多以前教我的老师都不在这个学校了。现在只有3个我认识的老师还在这里。我先和英语老师去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还是在学校的5楼。我们一起聊天，聊了很久。然后他告诉我，我以前的德语老师还在这儿，我可以去他的办公室看看。我去了3楼德语老师的办公室，但是他不在。他的同事告诉我，他去开会了。我没有等他，因为我想下次再来一次。那个时候可以再来看他和体育老师。我自己在学校里逛了逛，照了很多照片。在这里，我想到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这个星期日9月10号是中国的教师节，所以星期五我去了我以前的学校看我的老师。我在这个学校上了初中和高中，一共6年。星期五，我爸爸开车送我到了学校。在学校门口，我给我的体育老师打电话，
但是他下午出去了，没有在学校，所以我只能给我的英语老师打电话，带我进学校。我很高兴回到以前的学校，学校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很多以前教我的老师都不在这个学校了。现在只有3个我认识的老师还在这里。我先和英语老师去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还是在5楼。我们一起聊天，聊了很久，然后他告诉我，我以前的德语老师还在这儿，我可以去他的办公室看看。我去了3楼德语老师的办公室，但是他不在。他的同事告诉我他去开会了。我没有等他，因为我想下次再来一次，那个时候可以再来看他和体育老师。我自己在学校里逛了逛，照了很多照片。在这里，我想到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